你坐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旁边有10几台电视围绕着，然后再播放不同的节目，然后可能突然某一个变大声，把你的注意力拉走，然后非常吵，整个环境就是让你有点烦躁的状态。我要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得了 ADHD？ 大家差很多，他可能跟像1%跟7%就差7。呀，不同性别间会有影响吗？因为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就是过动症好像比较多男生得啊。其实它很难完全治愈，就是几乎不会，但是你可以把症状压到对生活没有影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Leo， 我是这次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然后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阿达莎。大家好，我是达莎。然后这次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过动症 ADHD。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主题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班上其实就真的有一位同学还是有 ADHD 这个症状，然后我们那时候导师也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去处理我们跟这个同学之间相处的冲突，然后其实也跟我们讲了很多相关就是过动症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想说，这次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来深入了解他呢，我们就来研究哈，然后这一集 Podcast 节目希望能带给大家这个疾病更多的认识。好，那我们就从他的简单介绍开始。那 ADHD 呢，全名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然后，那在一开始我想要了解到它的成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疾病？首先就是因为 ADHD 是一种神经发展导致出来的疾病嘛，它的成因比较复杂，不过可以归类成几项。第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个是怀孕期间的环境影响，它可能早产或营养不良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出生可能就会有之类的并发症。第四个跟第五个它是后天，如果你本来就有 ADHD， 它会影响你症状的严重程度，也就是环境因素，比如说家人离异，或者是饮食不健康之类的。OK， 好，那就是我要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得了 ADHD？ 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标准界定说，就是好，我达到这些标准，那我可能就是罹患了这个疾病这样子。首先它的标准记在一本书叫做 DSM-5， 那它是精神疾病界的一个基准，就是我们看有没有生病的是照这个去看。那他有没有得这个症状，里面记载的就是你这个首先 ADHD 类似症状持续6个月，然后要在2个以上场合出现。然后如果是儿童的话，也就是17岁以下，你要出现6个症状，就是上面记载了6个症状。那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是大人，也就是17岁以上的话，你要出现里面的5个症状才算符合。OK， 你要诊断这个时候先排除其他可能的疾病，比如说焦虑症之类的。有道理，这样才可以正确的判断。那就是听说就是过动症它有分类，然后大概是它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它大致分为3类，第一种是注意力不足为主的，第二种是过动为主，第三种是混合的。那混合型是现在占最多的，就是世界上占最多是混合型，大概50几%。OK， 好，那我想要知道，就是如果得到这个过动症啊，它会有什么症状？然后跟它有什么治疗的方式？首先它的症状也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有注意力不集中、过度活跃，然后第3个就是冲动行为。冲动行为如果要详细来说，就是他可能会插话难以等待，常打断别人。那其他人格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那就是经过适当的治疗之后，它有可能会完全好、完全治愈吗？其实它很难完全治愈，就是几乎不会。但是你可以把症状压到对生活没有影响，如果你有经过适当的治疗。所以就是有适当的治疗是很重要的，可以就是差别蛮大的。那它的盛行，就是它到底盛行率是多少？就是到底有多少多少的人得了这个疾病？然后它的好发年龄是几岁呢？如果以世界来看的话，世界在每个国家不一样，大概是5到12%，那台湾是7到9%左右。OK。那关于好发年龄是6到12岁，
这附近比较容易发生。哦，6到12岁。好，对对，那它就是不同性别间会有影响吗？因为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对，就是过动症好像比较多男生得嘛，就是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男生比较多的疾病这样子。就是性别有没有对这个有影响啊？目前的调查看下来是男生比女生多10倍，就是多非常多。但是这必须谈到男女过动症的表现行为不一样，男生是比较外显的，女生是比较不明显内部化的。比如说他可能会比较不容易不专心，可能就是注意力不足为主，但是男生可能就是过动为主，所以男生比较容易发现，然后被带去看医生。然后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其实现在大概台湾只有1.6的人口有去1.6的过动症，趴数有去做治疗，然后完全治疗只有1%，所以是还有很多没有被治疗的孩子。哇，这个比例就跟就是得到的比例就是蛮低的。大家差很多，他可能刚像1%跟7%就差7%。呀，那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怎么样去同理这些过动症的患者，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得到这个疾病的话，我这边可以打个比方，就是你坐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旁边有10几台电视围绕着你，然后在播放不同的节目，然后可能突然某一个变大声，把你的注意力拉走，然后非常吵，整个环境就是让你有点烦躁的状态。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专心注意在某一个事情上面。没错。好，那这样子经过这期 podcast 的讨论之后呢，希望大家对这个过动症有更多的了解。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Leo， 然后我是阿雪。好，那谢谢大家，拜拜。那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最后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整理了非常多的资讯，然后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 cover 到，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加放连结，然后可以下载这张图，就是没有很详细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然后有更详尽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参考。以上，谢谢大家。